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叶，24岁，来自新疆，舞蹈老师，欢迎小叶。女嘉宾欣欣，20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艺术老师，来有请欣欣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，舞蹈老师啊，是艺术老师，就是都是搞艺术的呗。对啊，对对对，谈恋爱谈了多久啊1年多一点吧。1年多吧。1年多啊。听说今儿是您要来的是吧？对，要来解决问题是吧？是，我觉得他有的时候，在外面的话比较软弱，而且在家里的话管我的就特别严。我觉得他有点儿，我觉得吧，在外面如果遇到什么事，男生他应该是挡在我前面的。那当然。但是，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做这个女强人，一直是在我去说。啊，比如呢？对，比如我们去买东西，然后呢，他这个。付款的时候，那个收银台上有一个扫二维码关注微博可以领一个购物袋儿。我去扫了之后，人家服务员跟我说那个现在我们这活动已经没有了，我就很生气啊，没有了你干嘛还贴在这儿呢？然后他就一直拉着我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我就很受不了他，就一直拉着我走，好像觉得我很丢人一样。这个事儿不大，但是你就是想通过这件事儿说。他在外头不能帮你出头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那回家他怎么又厉害了呢？回家的话，他就是管我管得特别严，他反正就是特别想去通过他自己的一些东西去控制我。哦呀。比如说，不让我跟异性说话啊，然后还就是经常翻看我的手机啊什么的这种。真的吗？有啊。有。为啥不让人跟异性说话呀？因为男生嘛，就是你跟他确定关系以后。就肯定会要管他，就有占有于他。哦，你想占有他，你倒是挺直接的啊！我就想占有他，这，你就是讨厌他跟别的男生说话是吧？对对对，看人手机也是这个道理是吧？啊，也是。那你看手机看出什么问题了吗？也没看出来，但还是得看，还是得看，这是个原则问题啊。哦，这个看他的手机是个原则问题。对。那你不怕别人说你不相信他呀？这个是相互的吧？如果他也相信我的话。他也会让我看的呀。那你跟别的女人说话吗？会啊，但他也不能都是很亲密。不对啊。我的意思不让人家说，你干嘛说呀？我的意思可以就是平时交流没有问题啊，但是你不能太亲密。他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跟异性交谈，但是不能太亲密了。对，这个就自己也可以做到。他在家里不是这么说的。他有一次他给我找个工作嘛，因为他就是就是跟我的领导是好朋友，因为我是做艺术老师嘛，是做话剧一类的。然后呢，我有一天我就突然他到家跟我说：“你是不是在单位跟你那个男搭档搂搂抱抱的？”我说他是怎么知道的呀？不是你搂搂抱抱了，我怎么知道？不是，那是排话剧，那是因为演戏。然后他说你是不是跟你那男搭档搂搂抱抱？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呀？然后他说你们领导跟我说了，我就很生气啊！他为什么要拿他们领导来监视我？这难道不叫监视吗？不是你那哥们怎么那么八卦？人排个戏怎么还跟你说呀？我的意思不是监视，我是说他新来的嘛，对，照顾他一下。对，然后过了久，我就问他那边怎么样的，对啊，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些。那不是排剧吗？他没说是在排练吗？这个我也不能接受。比如说你单身你可以接受是吧？如果他单身的话，你跟其他男的，这不排戏抱一起也不行啊？也不行，这个我不行。那你跳什么舞的呀？啊，跳民族舞的、民间舞的、中国舞的，还是跳街舞的？啊，你跳街舞的啊？街舞的好像接触市场的。而且他有吻戏的啊，其他你拉拉手啊、抱抱也没关系。这个吻戏我实在是接受不了。不是那个吻戏，我都跟你说了是借位啊，而且演戏在台上那演的就不是我自己，代表的就不是我自己，是戏里的那个人物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。好，你接受不了是吧？对，我不行。哎呀，陈老师，你是怎么接受张老师的吻戏？真的，他这个是我们年轻时候也发生过啊。就我拍一个戏啊，然后对手呢是陶泽如啊，然后我们要拍一个这种吻戏。那时候我跟他也差不多大，可能是，然后就特别年轻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给张老师，我说张老师，那个我这么现在有一段戏，你说怎么办呀？然后张老师说。你看着办吧，但是那个泽如啊，
就跟泽如打电话了，因为他跟陶泽如特别熟嘛。泽如，这是我女朋友，你也看着办吧。可是我一听这个话呢，就是我特别自觉，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吧，如果既然你谈了恋爱哈。然后我觉得你得尊重他，你得跟他商量。如果他不接受的时候，不理解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换着一个表达的方式去处理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尊重啊！这事儿就不说了。你看老师一说都豁然开朗了啊！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就还是这个工作的事儿嘛。他就是通过这件事儿，他就是有点就看不起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看不起吧，反正就是对我这个工作天天指手画脚的。然后他就提出说要我辞掉现在的工作，换一个。然后我当然是不愿意的，因为他提出给我换的那个工作是完全就是跟我的专业不对口的。然后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我是学话剧的。但是他就是跟我专业完全不对口，我当然不喜欢了。然后我就说不行，他认为我。既然不辞了这个工作，就是不爱他，而且因为这个事儿前前后后提出了差不多有10多次分手。当然我知道他也不是说真想分，但是老拿这个吓唬我，谁也受不了。你说说你的想法。当时他跟那个话剧男搭档嘛，他不是说1次2次，就每次都是跟他有这样的游戏。那是搭档。对，你跟他接触久了。说不定日久生情了呢。不，那他到下一个工作，那不是还得演戏，又日久生情吗？下一个工作就换其他行业嘛。你就不准备让他做这个了？要么不过在家也行，无所谓。不是，那你得问他的意见呀。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是最幸福的一件事。就说你会坚持下去，是吧？对，而且当初我就是真的是为了我的梦想付出了很多。如果说现在我要半途而废的话，那我觉得我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不，我觉得他肯定是舍不得他的男搭档。你这样想？哎呀，你真偏狭，你真是。你们俩是怎么认识、怎么好上的呀？你怎么去年有个演出啊？对，然后我是舞蹈演员，还演话剧的啊。对，然后后台我就丢了个银行卡，然后我一直在找，然后我就刚好他帮我找到了啊，然后就对，当时就加了微信，后面就慢慢聊这样啊。对，那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呢？当时喜欢她挺直接的，就有什么说什么。就我现在为他付出很多你都为他付出些什么呀？帮他找工作。当时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本来是在天津上学嘛对，然后我就去北京找他，就退学，然后去那边退学呀然后找了对另一个学校在那。我想人家不是反对你的职业，对吧？而是反对你在这个职业上面的一些跟某一些人的一些表现。能不能咱以后跟那个男搭档，咱这种亲热戏咱不演了，换一个方式，你们就换一个方式，完全可以表达的嘛。
可是你愿意为你男朋友做一些改变吗？我们先不说对错啊，就他的这个思路是不是对错？因为他很介意和很在意这个类型的戏，有亲热的，哥们儿不演了，就为了他，行不行？为了他，可以。也可以，你看你好好说对吧？对吧？那拉手的戏能拍吗？啊，这个可以接受。那就跟他那个搭档拉手的戏也没有什么，就是含情脉脉的看，你接受吗？啊，这个眼神不能接受。你看，所以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就发现了，就是男医生刚才有一个词说的特别直白，他说：“我就是要占有他，是吧？”这是你说的，这是你的原话，我没有放。那在这样一种心态下，这个恋爱，女生可能会觉得谈得很累，对吧？男生还觉得特委屈，是不是？我全心全意为你付出，为什么你一点回馈都没有？所以他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来，包公就。你刚才说，看对方的手机是个原则问题，我不知道是看是一个原则问题，还是不看是一个原则问题。我觉得原则问题是他让不让我看。如果他让看的话，他啥事儿没有；如果他不让看的话，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手机。我觉得这是彼此的一种信任。对，他都可以。你说的对，也就是说，他不让你看，那就是个原则问题，里面一定有猫腻，你就是这个意思。对。那我说你的心态出问题了。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男性，他属于大智若愚型，有一些男性属于真人不露相型。我看你是属于外柔内刚型。我指的是你在外面表现的比较柔软，但是在家里你表现的十分的刚硬，而且这种刚硬有点过度了。这个男生有一个优点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他善待别人，他吃亏是福。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心态，这是一个好的品德。就像今天现场，你一直展现的是灿烂的这种微笑，你是顾及我们每个人的感受。但遗憾的是，你的这种心态是内外有别的，你对他不是这样的。刚才说到了，虽然你有怀疑，但也不至于让你的女友不能和其他的男同事说话，因为你自己也肯定要和女同事说话嘛。你给他调工作，让他辞掉现在的工作，那我请问，世界上有没有异性合作的工作吗？有和异性不接触的工作吗？你说这里日久生情，换一个单位有男同事，难道你继续怀疑日久生情吗？这肯定是一个问题。你认为作为你的女朋友，她就要听你的话，她又不是你的女儿，你的这样的一种控制欲，可能是出于对她的爱，也可能是出于你的不自信，甚至你的太自我。有一点我不认同，爱情它不是交易，不是做买卖。你确实为女生付出过很多，你现在就需要索取回报了。你在现在，我不管要求你怎么样，因为我为你付出过很多，我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，这就不对了，这就显得有一点霸道了，甚至有点蛮不讲理了。总体来说，你的男朋友爱你是没有问题的，可能这一些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性格，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，人的性格要改变，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程。另外，最后我送你一句忠告。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而不是掌握在男朋友手里。爱情可能会死，所以不要把爱情当成你生活的全部。好，谢谢博红兄，谢谢评委老师。来，陈老师啊，爱情是有独占欲在里边的哈。
来，莎娜老师啊，二位好啊。我且不说占有是自私还是其他的，你没办法占有一个人的，你觉得你有办法吗？占有本身这2个字，就说明你的内心深处根本不考虑被占有的人的心理想法。别的不多说吧，就一女生不是心甘情愿的为你改变，她把这件事做得心不甘情不愿，你觉得她即便是改变了工作又怎样呢？她不是心甘情愿。你像刚才陈老师所说，什么商量一下，她是我女朋友，什么商量一下，她是我男朋友。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并不为难，是很开心的去做的。我愿意为了对方调整自己，因为这件事儿他不开心了，我也不开心。只有他开心了，我才开心。你逼着他改工作，他改变了工作，他心不甘情不愿的，你觉得这有意思吗？没有意思。而且我几乎可以料定你是无法改变你对于占有的想法，可能还需要假以时日，还需要经过一些事情，但是在短时期之内你是无法改变。你也没什么好哭的，可能是你觉得自己比较可悲，你觉得自己很委屈，我什么也没干，我只想好好的工作，但是你却要给我扣这样的帽子，泼这样的脏水，什么？但是说实在的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你认为自己受到了委屈，那其实恰恰说明你们俩会渐行渐远。如果你爱他，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委屈，你觉得哎，我男朋友这么在乎我，他要我换工作，他不能让我跟其他男性有很大的接触，你会开心呢。但你既然觉得委屈，那就说明你也不想被占，你爱工作，爱那些角色胜过于他对你的付出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只能2者选其一，要么就选你的工作，要么就选择你的爱情。所以没什么好哭的，好吗？他之前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就是说工作和我，你到底要谁？从某些角度上来说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在这个舞台上的很多喜欢控制女性的男生的这个程度上，他属于比较顽固的那种。我觉得他很难改变。当然了，选择还要你们自己去做，只是我不太看好而已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涂老师。生活是做选择题，你们同意吧？啊，10个女生里面碰到了一个特别合适的，放弃了那9个，跟他在一起，这是一种选择，对吧？
生活里面的第2个选择题是：我们俩不在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们相爱，总要有一个人付出，到那个人的城市去，结束两地分居的日子。对 ，OK 吧？又做选择题了吧？下一个选择题就变得特别特别简单了。我是要工作呀，还是要爱情？因为我爱的人是那么一个人。我们在生活里面天天都在做选择题。在你们这个年龄阶段，选择题就做得更厉害了。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24吧，24岁的男生哪有那么多大胸怀呀、大胸襟啊？天天想的不就这点事儿吗？它就是我的呀。如果一个女生觉得这个就完全无法接受，或者是一种控制，不能去摆脱的话，你觉得累了，你觉得窒息了，那就得做选择题了。因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你看不一样。同样的，很多就在这个年龄的人去看他现在这些事儿，不会觉得很稀奇的。其实我们听起来就有点害怕，因为在一段情感当中，有一个人想那么占有另外一个人，你替另外一个人害怕，对吧？我愿意把心给你的时候是给你了，你真的把我全控制，但是我的心在别处，那最后是人生的大悲剧。所以你们自己做选择。别给自己制造麻烦和困难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可能我每次都说你说我控制你，或者是不让其他人碰你，我的出发点都是爱你，我喜欢你，所以我不想让别人碰到你。我想看到你每天看到的东西，我想知道你每天在干什么。你中午吃了什么饭？有没有吃饱？晚上是怎么回家的？晚上回家有没有人陪你？以及你回家以后在想我吗？所以这一切我都在想，我是真的很爱你。我知道。所以已经1年多了，我真的想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。我也想我的控制这些东西我都会改。可能我们原因是因为我们沟通少吧，什么东西？好，我知道你的想法。唉，谢谢2位年轻人啊，真挚的泪水，谢谢你们，请回啊。就突然有一句歌词就冒出来了，请关门。相爱需要勇气，是有这么一句歌词吧？然后你才明白啊，爱真的是需要勇气的，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感觉来了，你觉得虽然很拧巴很那个，但是还想在一起，那你就需要勇气。可是，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的结果论。如果一段美丽的爱情，它最后无疾而终了，不能最终的在一起，我们也不能说它不美不好。所以他们自己看吧。但是今天的选择题就逼到这儿了。其实这个命题是，当你碰到的另一半有极强，我不用占有欲这个词吧。当你碰到的另一半要你把一颗心都交给他，你愿意一点空间都没有的交给他吗？就是这么个难题。我相信每个人大概内心都有一些小房间，
这个人要求你打开所有的房间的时候，你愿意吗？如果愿意，是一个结局；不愿意，你就要考虑我该怎么办。这就是他们面临的情况。我还是爱你的，你跟我在一起吧。好。哎，问两句啊，辞职吗？商量一下。啊？回去好好商量。商量啥？不辞职行吗？也行。还能演搂搂抱抱的戏吗？沟通一下。所以问题还没解决，这就是感觉，人的这种情绪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个送给你们，啊，谢谢两位。祝你们快乐啊！请回，请回。